隶属美海军第7舰队的桑普森号导弹驱逐舰周二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声称其航行所谓符合国际法，意在展现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随后发布谈话，对美方挑衅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警告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再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升级台海局势紧张的事情。在俄乌局势紧张之际，民进党当局不断借俄乌局势渲染大陆军事威胁。马晓光批驳美方不断歪曲事实、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同时也正告台当局以美谋独、勾连外部势力、分裂国家是痴心妄想，绝不会得逞。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周三就美桑普森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称，美桑普森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监警戒。美频频实施此类挑衅行径，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坚决反对。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明明可以不从这个地方走啊，主要指的是台岛的东侧啊，本来呢可以这样走，但是呢他故意的就是要从台湾海峡进行这种穿航，看看大陆的反应是什么。第二点呢，它也是一种挑衅，他明明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区域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呢他的这种穿航可能给台独分裂势力呢传递错误信号，给台当局呢撑腰打气，所以他已经看到我们东部战区啊，就是舰艇、飞机对他进行了有效的监控。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国而言，它的这种区域拒止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同日举行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马晓光也对美军过航台海并炒作一事回应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我们绝不允许也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干涉。美国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再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升级台海局势紧张的事情。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政客近来在国内也频打台湾牌。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妄称，美政府决心确保台湾拥有一切必要手段抵御中国大陆任何潜在侵略行为，重点支持台加强不对称威慑能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对布林肯相关表态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汪文斌表示，历届美国政府都明确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又何来大陆侵略台湾一说？我们正告美方，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无法阻挡，一个中国原则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美方背信弃义，不仅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也将给美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日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话。魏凤和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强调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奥斯汀也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妄称大陆刻意凸显台海议题讨论，误导扭曲美方发言立场。对此，马晓光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刻意歪曲事实恰恰暴露出他们谋独挑衅又色厉内荏的本性。台独是走不通的绝路企图靠外部势力谋独更是不可能得逞的。美副国务卿舍曼近日还将台湾问题同乌克兰问题挂钩，声称反对任何破坏现状的行径。马晓光回应表示，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从谋求地缘政治私利出发，不仅对此视而不见，反而不断歪曲事实，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我们奉劝美国政府的有关官员先搞清楚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事实，恪守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纵容支持台独行径，停止策划以台制华的图谋，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是绝路企图以美谋独，勾连外部势力，分裂国家，这是痴心妄想绝不可能得逞。
台当局不断借俄乌局势渲染所谓的大陆军事威胁，引发外界注意。那么，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是在绑架台湾同胞反中抗中，将台湾民众置于免于恐惧而不得的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此外呢，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马晓光多次提到了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歪曲事实，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利害关系。另外，台防务部门周二宣布，本年度汉光38号演习时间与内容，以所谓大陆可能犯台行动为基础，参照俄乌冲突启示研讨各项战备议题。对此，马晓光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的本性就是谋独，谋独必然要挑衅，挑衅的一个表现是企图利用外部势力为自己壮胆，但事实证明，外部势力根本靠不住。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中美两国防长通电话才刚刚1个星期，美舰就又一次过航台湾海峡，您对此有何分析？这说明美方没有把中方的话听进去，对落实中美两国达成的共识呢，依然态度消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呢，继续说一套做一套，而且打台湾牌呢越发起劲儿。4月26号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周呢发表一项对华战略。提到台湾地区时，表示呢会继续对台军售，台湾是美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不难看出，拜登政府呢正在形成清晰全面的对华遏制战略，而台湾地区呢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棋盘中呢作用愈发凸显。尤其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呢，进一步刺激了美国以台制华的心理。接下来呢，美国很可能更加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势力，对中国进行挑衅的力度可能更大，进一步呢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对此我们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并且要做好呢充分的应对措施。只有呢真正让美国感受到打台湾牌呢对他得不偿失，才能设置美国呢在台海进行冒险的冲动。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称，今年的汉光演习将会考虑加入俄乌冲突的启示，对此您又是如何看？这表明台湾民进党当局呢依然在幻想以武拒统，加剧两岸紧张局势。俄乌冲突呢让民进党当局呢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一旦大陆进行武统，只要自己能够顶住解放军的攻势，那么域外势力呢就会对其呢支持到底。因此呢，今年的汉光军演呢更着重于对海打击以及依托城镇进行作战的演练。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忘了台湾问题呢和乌克兰局势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呢台海环境呢也和乌克兰呢完全不同。首先呢，台湾岛的面积呢只有3.6万平方公里，而且呢严重缺乏纵深，想要以空间换时间基本是不可能的。其次呢，台湾岛呢四面环海这就注定了海空作战呢是关键。一旦台湾地区海空军覆灭，民进党当局呢也就大势已去，想跑都跑不了。同样域外势力呢就是想对民进党当局呢进行支持，也只能通过呢海空方式，而海空呢可不像地面那样易于进入也就是说，民进党当局呢无论怎么蹦跶，都不可能阻挡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也谢谢石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结束对乌克兰的访问后，美国防长奥斯汀周二在驻德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主持特别会议，邀请40多国军事高官与会，共同商讨乌克兰安全局势和对乌军援问题。此前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德国也转变立场，在会上正式宣布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从德国联邦国防军退役的约50辆猎豹自行高炮。针对美国及盟友不断加深对俄乌冲突的介入，俄方发出严厉警告，称向乌克兰供应最敏感的武器系统是火上浇油，可能引发无法预测的后果。奥斯汀表示，美方召开这次会议旨在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的入侵。美国是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援助供应国，华盛顿将竭尽全力满足基辅的需求。Together, we have committed more than $5 billion of equipment to support Ukraine's self-defense
That includes some $3.7 billion that President Biden has committed to help Ukraine.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在会前表示，接下来数周非常关键，乌克兰必须尽快获得各国提供的重型武器，这是会议的真正目的。在美国的呼吁下，法国提供了凯撒自行火炮，一些东欧国家也表示同意将其库存的重型装备提供给乌克兰，同时换取美国的新一代武器。在对乌提供重型军援方面一直很积极的英国，还煽动乌克兰主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英国武装部队国务大臣詹姆斯·希佩宣称，乌克兰深入俄罗斯，破坏其后勤和补给线是完全合法的。希佩的说法随后遭到俄罗斯国防部的严厉警告，如基辅真在伦敦的煽动下采取此类行动，将立即做出相应反击。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出，拉姆施泰因会议不是一场北约会议，美国邀请了包括瑞典、芬兰以及日本在内的40多国军事高官与会，这是一场真正的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会议。随着这些国家向乌提供重型武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危险正在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德国也转变立场。德国防长兰布雷希特在会上正式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退役后翻新的猎豹自行高炮。华尔街日报援引2名德国政府官员的话称，数量大约为50门。兰布雷希特还透露，德国将支付整个交易的费用。猎豹自行高炮基于豹1主战坦克底盘研制，配备射速高、威力大、可靠性高的双联厄利空35毫米机炮，带有搜索与跟踪雷达。1976年开始进入德军服役，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行高炮武器系统。不过，德国10多年前已经停用猎豹自行高炮。此前，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一事态度其实相当谨慎。本月10号，德国国防部拒绝了该国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提出的翻新100辆退役黄鼠狼系列步兵战车援助乌克兰的提议。10天后，德国联邦国防军副总监又拒绝了乌克兰驻德大使提出的运送该国自主研制的豹式坦克等重型武器的要求，而乌克兰也一直对德国的态度颇有微词。泽连斯基甚至不待见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基辅，迫使后者取消了行程。法新社称，德国此次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标志着德国总理舒尔茨对基辅的胆怯支持已经越过了转折点。分析指出，德国态度的转变与其此前对乌谨慎军援以及对俄能源依赖等问题广受西方舆论批评不无关系，但更大压力来自美国。Well, I think they're responding to pressure, main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t possibly NATO. The U.S. has determined to send as much as it can possibly send to the region. A lot of the stuff that we're sending is, I think, older stuff. It's all stockpiled, and I think we are leveraging pressure on both NATO and specifically on Germany. 对于德国的决定，奥斯汀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此外，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在欧洲司令部责任区内的德国斯图加特建立了一个控制中心，目的是协调和加快40多国对乌军援的运送。美国在德国设置这个协调中心，它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将俄乌冲突长期化做一个准备。它要协调整个的这个北约国家对乌克兰这个军事援助啊。其次呢，就是美国也在准备将如果事态一定的变化的话，增加这种北约直接介入的可能性。第三呢，我觉得就是美国它还是想要在欧洲防务占据一个主要的角色。实际上，美国和北约对俄乌局势的介入，除了没有出动军队直接参战外，早已不局限于援助武器，还包括不断对乌克兰提供情报，甚至在背后指挥作战。塔斯社上月中旬的报道披露，俄军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突袭行动时，缴获了一台乌克兰军队的电脑，打开后发现既能直接接通美军驻德国盖伦基尔空军基地的E3预警机。俄军还在电脑上发现不少重要的情报，包括北约指挥官参加乌克兰军事会议，制定对俄军事的行动计划，或者直接指挥乌克兰军队作战。
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周3的报道，前任和现任美国官员向该媒体爆料，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之际，美国情报部门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有关俄军行动的详细情报，其中包括俄军导弹和炸弹攻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提醒乌克兰将防空系统和飞机转移到远离危险的地方。这也是俄罗斯未能建立空中优势的原因之一。观察认为，在作战过程中，情报支持甚至比直接军援乌方一些性能性非常强大的攻击型武器更加致命。比如，美国公司的对地遥感卫星星座实时拍摄到俄武装直升机从基地起飞的动态，并根据该部队相关型号直升机近期的活动规律，预判了俄军机可能要去执行对地打击任务的乌克兰空域，然后将相关信息同步给埋伏在相关路线上的乌防空部队。之后，乌军特种作战部队可以根据情况接受任务，完成打击拍摄照片上传后，就能获得相应奖励。此外，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对俄发动网络袭击。上月29号，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声明中就指出，美国及其盟友组建了一支国际进攻性网络部队，每天在俄登记的上万次网络攻击都是由该组织执行。其成员不仅包括受美国和北约训练的乌克兰网络单位，还有匿名黑客和挑衅者加入其中。面对俄方指控，美国发起反击。路透社披露，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将提供1000万美元奖金，以获得6名俄罗斯军事情报官员的信息。美方指控这些俄罗斯人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亿美元。这场斗争呢，是一场混合战争，不仅包括这个军事上的冲突，也包括这种外交、政治、舆论，同时也包含了这种网络上的相互之间的对立。那么美国这次发布这个悬赏令呢，意在从这个网络战方面对俄罗斯进行一个打击，同时呢，也希望俄罗斯网络战在俄乌冲突之中的这个作用降低，对美国这种威胁也降到最低的程度。针对美国及盟友不断加深对俄乌冲突的介入，俄外长拉夫罗夫周一接受俄媒采访时直言，北约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实际上已经通过代理人进入一场对俄战争。拉夫罗夫还特别提醒，俄罗斯的原则立场是核战争不可接受，但现在局势已经恶劣到发生核冲突的危险真实且严峻。奥斯汀则在德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紧急灭火说，美国和盟友将竭尽全力防止冲突失控。Us say a number of times that that kind of rhetoric is very dangerous and unhelpful. Nobody wants to see a nuclear war happen. It's a war that, where all sides lose, and so rattling of sabers and dangerous rhetoric is clearly unhelpful and something that we won't engage in.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在莫斯科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这是俄乌冲突后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普京表明，俄方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希望俄乌双方取得积极成果，但他批评乌方守军将亚速钢铁厂的平民视为人盾。普京提到，原则上同意古特雷斯的建议，由联合国及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安排输撤在马里乌波尔，尤其是匿藏钢铁厂的平民。据悉，普京与古特雷斯的会谈持续了近1个小时，部分时间是在1对1的方式下进行的。I understand his grievances, but from our perspective, the grievances must be solv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instruments that the UN Charter has at its disposal. And one thing that we firmly believe is that the viol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y is completely out of order in relation to the Charter. 普京在会晤中表示，尽管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中，俄乌两国的和谈代表会以网上形式继续谈判，希望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达成协议。普京说，莫斯科和基辅的谈判人员上月在伊斯坦布尔会谈中成功实现了重大突破，但乌方之后就布恰事件挑衅俄军，加上乌克兰代表改变在克里米亚及东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令双方难以继续谈判。Вопросов гарант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ынести и территории Крым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 и Республик Донбасса. Они просто от этого отказались.
对于古特雷斯指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严重侵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要求容许在南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平民撤离。普京回应指，俄军的行动只是应顿巴斯地区的要求，出兵协助对抗乌克兰的军事侵略。又指俄军开放人道走廊，但在钢铁厂内的乌军以平民为人盾，阻挠他们离开。会后，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普京总统原则上同意联合国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参与从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撤离平民的工作。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莫斯科时间周一14时起，俄军将停止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敌对行动，允许平民撤离。俄国防部还设立了应急部门间人道主义协调总部，该部全天候运作，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其主要任务是向俄方控制区平民提供全面的人道主义援助，并确保包括乌克兰和外国公民在内的所有平民安全疏散。但截至当晚，没有一名乌克兰平民通过人道主义通道撤离钢铁厂。古特雷斯早前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称，俄乌局势复杂，但无抹杀对话的可能性，强调俄乌要尽快停火，可为开展有效对话创造条件。拉夫罗夫指，乌克兰此时的局面是美国和盟友推动北约无限扩张、创造单边世界秩序所造成。古特雷斯这次访问俄罗斯，更多的是出于作为联合国来说，来进行一个斡旋的角色，希望俄乌冲突，包括一些具体的问题，包括人道主义危机啊。这些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这时候军事冲突的意义更要大于这种谈判桌上的这种意义。所以说呢，我们将来还是用战场上来决定这个谈判桌上最后的这个成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德国对乌克兰态度大转变，要提供重型武器，而乌克兰也宣称自己的武器系统达到北约水平，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俄乌军事冲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呢？主持人好。在美国的撮合下，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40国呢代表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召开了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德国防长呢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猎豹，并且呢要为乌军进行训练。猎豹可以打击空中目标，也可以呢打击地面目标，最远射程是6000米。德国呢是世界第5大武器出口国，不过呢长期以来，柏林呢一直避免直接向冲突地区运送武器。俄乌军事冲突刚刚发生的时候，德国呢拒绝给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武器。那么德国现在为什么转变立场了呢？我想呢，主要是在美国在背后发挥作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秘密访问基辅以后，那么得到的真实情况可能呢会让美西方比较失望。加上俄军呢加强了进攻，所以美欧40国呢达成共识，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凭借乌克兰军队的士气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战力。另外呢，德国联合政府中的绿党和自民党呢都是坚持要军援乌克兰的，也可以说呢是德国政府内部妥协的一个结果。可以预见呢，反俄联盟将进一步的加强对乌军援，包括重型武器。美国呢也是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新的军事援助。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乌克兰便吹嘘自己的武器系统达到了北约的水平。这一方面呢是虚张声势，另一方面呢是鼓舞士气。但是呢，乌军得到更多北约国家先进武器呢，这也是真的。不过呢，美英德等国呢都是以防止世界大战而增加军援的，但结果恐怕呢是恰恰相反。俄罗斯外长发出警告说对乌增加军援等于在投身战场，乌克兰战争呢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不能够低估这种真实的风险。现在呢，不能够排除俄乌军事冲突会不会扩大成为俄罗斯和美欧的地缘争夺大战。美国防长奥斯汀2次说俄乌冲突不会到核战争这一步，而俄罗斯外长则警告核战争风险真实存在。您觉得呢？俄罗斯外长的话呢，美西方会习惯性的标签为核讹诈，但是呢，当美国纠集西方40国要对乌克兰增加军援，并且公开宣称呢要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这近乎等于是对俄宣战。那么面对气势汹汹的40国反俄联盟，俄罗斯呢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被迫使用核武器，似乎呢也是有可能的。所有的人呢都知道核战争的危险。但战争本来呢就是危险的，
当战争呢打到让一个国家残废的程度的时候，这理性呢就失去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今年初呀，这个5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达成的这个避免核战的声明，也可能成为废纸一张。所以说呢，正确的选择不是去猜测是否发生核战争，而是要用降低战争烈度的方式，用劝和促谈的具体行动去避免核战争。我认为啊，美西方呢，要是让核战争不发生，最好呢别再给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增加军事援助，来激化战争、扩大战争。这弄不好呢，就会引火烧身。美国呢，在这一点上也是劣迹斑斑，所以呢，美国光说呀不会发生核战争还是不行的，要切实拆除核战争的导火线。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香港警务处副处长郭应树即将于本月底退休，周三是他最后一天上班。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周一鸣获委任为下任副处长，该任命将于周四起生效。现年57岁的郭应树近日接受了深圳卫视的采访，回顾自己32年的警察生涯，他坦言，修例风波期间，黑暴虐港，外部势力推波助澜，保持警队士气，以止暴制乱、对外发声，维护警队正义形象，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巨挑战，也是最大成就。采访的最后，他表示，香港警察忠诚爱国，天经地义，很高兴将守卫香港的这份职责交给继任者，并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警队，为维護治安和國家安全出一份力。我哋認為香港警察嘅特質心入邊有團火，有個使命感，尤其係過去嗰幾年嘅事發生咗之後咧，我哋實實際際係以行動去證明咗咧，喺我哋警察心目中嗰份使命感究竟係咩意義？香港警务处官方简历显示，郭应树出身基层，1990年加入香港警队。32年来，他曾参加多起重大案件的侦破，历经刑事调查、警员训练、队伍管理等不同岗位的淬炼。由一名港英时代的督察，到香港回归後，最終成為特區警務處副處長。這番跨度也令郭應樹對香港社會及警民關係有了更深的體會。其實我哋真真正正係社會第一個防線，亦都係最後防線。當我哋着住到制服喺街上出現嘅時候，所有問題都係我哋嘅問題，由我哋去解決。我哋每一個小嘅動作咧，其實都可以影響市民生命軌跡嘅發展。明知咁樣嘅情況下咧，都決心宣誓入職嘅。咁所以咧，呢啲人嘅肯定咧，喺心態上佢嘅質素咧，係我哋可以信賴嘅人。修例風波期間，香港警隊在止暴制亂、保衛香港方面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當時卻被某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媒體與政客抹黑為粗暴執法。2020年3月，郭應樹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在瑞士日內瓦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時，以流利的英文揭露暴徒罪行，並駁斥有關香港警察施暴的指控。郭應樹說，這次發生也成為他從警32年來最值得驕傲的經歷之一。有機會喺一個國際舞台嗰度咧，為香港發聲咧，為甚至為我哋國家發聲嘅。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係非常之自豪嘅一件事。日內瓦人權理事會嗰度發言之後咧，我得到外交部傳達嘅俾我嘅評語咧，就係8個字嘅：不辱使命，超額完成。咁如果我要對自己嘅警務生涯即係作一個總結咧，我亦都會係希望可以俾到自己呢8個字。而在郭應樹的職業生涯中，這並不是他唯一一次代表香港警隊在國際平台上對外發聲。去年4月接受美國彭博社採訪時，面對處處涉線的提問，郭應樹堅定表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的忠誠從未改變。郭應樹強調，忠誠這不僅是作為警察的天職，更是每一個國民最基本的責任。因為我哋嘅工作每一日都係面對社會最黑暗嗰一面，人性最惡劣嗰一面。如果你冇呢份忠誠，咁我就第一個問題問啦，咁你代表邊個去執行呢個職務？你代表嘅如果唔係國家，咁你代表緊邊個呢？郭應樹坦言，經歷2019年的動盪，香港社會已經恢復安寧穩定。回顧自己在這短短幾年，有機會在關鍵時刻為國為港出一份力，是責任也是光榮。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在即，郭应树认为，在这个特殊节点上，经过中西文明交融洗礼的香港，有更多的能力和責任充當溝通的橋梁，向世界展示真實的中國。有志氣嘅人，我希望佢哋有能力嘅人加入警隊，亦都係為呢個事業咧係去貢獻一分力。作为一名即将退休的警察，郭应树坦言，自己32年来一直真诚秉持警恶惩奸、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原则，现在已经圆满完成任务，可以放心将这份责任交给继任者。而谈及退休后的计划，郭应树担心不改，称只要香港有需要，自己義不容辭。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話，如果有我可以繼續貢獻嘅崗位。嘅任務派俾我覺得我係義不容辭嘅，因為我亦都覺得我係仲有好多能力去為社會貢獻。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27号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代表党中央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模范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视发挥技术工人队伍作用，使他们的创新才智充分涌流。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尊重劳动、尊敬劳动者的理念，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人心。周三开幕的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主题为“技能强国，创新有我”，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展示以大国工匠为代表的广大职工的精湛技能和创新成果，为广大高技能人才搭建交流平台。深圳卫视记者在线下参观了大会的中国建筑集团展区，感受建筑行业如何体现中国从建造大国一步步迈向建造强国。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设置了77个交流区，展示总面积约18000平方米，共展示各级工匠550多位，各类实物和模型展品近800件，职工创新成果1300多项。通过这样举办这样一个大会，让更多的人对这个科研产生兴趣，就是培养工匠嘛。要方方面面，在这个劳动节前夕，总书记都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也是信心倍增，是吧？这样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研发的行列的话，国家的科技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提升啊。陆建新是来自中国建筑集团的工程师，1982年投身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他，亲身参与和缔造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深圳速度，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摩天大楼第一人。在2020年举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陆建新作为2位深圳代表之一上台发言。过去的40年里，陆建新从最基层测量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钢结构建筑施工领域的顶级专家。正如陆建新见证的中国建筑行业的成长一样，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从多个领域集中呈现了中国工业和制造业的成长之路。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选在5·1国际劳动节前夕举行，这不仅是向光荣的劳动者致敬，同时也是对中国工业和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进行一次完整的梳理和展示。比如我现在所在的中建集团展区，就是从建筑业的角度回溯并且展望了从建造大国到建造强国的中国建造之路。陆建新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少高楼大厦，建筑行业可以说是从头学起，不仅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计经验，建筑材料和设备也要依靠进口的。
短短40年，在中国建筑工匠的摸索和创新下，中国建筑行业已经逐步走向世界领先。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创新研发的过程很多的技术的话，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创新发明，然后在施工速度上面，在施工质量方面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了。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大批的工匠在基层一线研究创新技术的这些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建筑行业的成长有目共睹，基建狂魔的戏称背后也有中国民众藏不住的骄傲之情。陆建新表示，中国建筑行业已经摆脱了傻大笨粗的体力活的印象，可以说是中国制造走向了中国制造的缩影。中国建筑成就不仅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建造的速度也给中国抗疫提供了强大的安全感。2020年，湖北武汉疫情肆虐，中建集团用了10天建成武汉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雷神山医院。在深圳拥有1000张床位的负压病房医院，深圳市第3人民医院应急院区也仅仅用20天就成功建成，创造了新时代的深圳速度。怎么样子达到一个快速建造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40年左右的这个施工时间里头，也有很多的积累，不是说凭空的一下子呢我们就有那么好的水平来再一次创造了中国的建造速度，中国的这个施工技术。所以中国的抗疫那么成功，跟我们建造方舱跟医院的这个速度和数量是分不开的。中国建筑一路走来，已经从当初的国外引进技术发展到现在援建海外。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基建能力已经惠及世界多个国家。中国建筑集团的一批能工巧匠扎根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巴友谊学校、阿布扎比国际机场等一批精品工程牵起了中外交流的桥梁。